安，知道你今天会带朋友来家里，我特地煮了你喜欢吃的菜啊。啊，爸爸来，我跟你介绍，他就是我男朋友天亮。Uncle 你好，上一次被你撞到差点没了命，现在看到你都有点怕。Uncle， 小意思。那，你的最爱，我不吃了。爸爸，爸爸怎么了？你要去哪里？爸爸，我做错了什么？你为什么第一次见面就要提车祸那件事？你明知道上次我爸那么自责，然后又一个人关在家里这么久不肯出去，你还提？我就是知道他自责，所以就希望开个玩笑，弄得轻松一点嘛。没想到弄巧反拙。我跟你说，如果我爸反对的话，你就没戏唱了。我就长了一副不让人喜欢的脸。怎么会呢？我看看，不会啊，很耐看啊，很帅啊。我知道。那现在怎样？我要不要跟他道个歉？哎，你最好不要再去刺激他了，让他冷静冷静吧。那，你帮我跟他道个歉吧。OK， 我现在就过去找他。没有了，我先走吧。啊，你不要吃一点东西啊？哪里还有心情吃啊？爸爸，怎么了？心情不好啊？我第一次带男朋友回家吃饭，你就丢下我们两个人不管，干嘛给人家脸色看？我煮饭给他吃已经很好了，你要我陪他吃饭啊，陪他笑啊？天亮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他坐过牢。你怎么会知道的？上次车祸过后，我无意间看到报道，才知道他的背景。他是不是没有跟你提？有，他早就跟我提过了，没有隐瞒过我。哼，他很聪明，知道现在网络很发达，做过什么事情都藏不住，所以就以退为进，先跟你招认了。怎么？我觉得你对人家有偏见。我不是对他有偏见，他这个人就是不好，靠不住。就算你不喜欢听，我也要说，他根本配不上你啊！是我知道他以前做错事伤过人，可是他都已经改过自新了，而且他现在跟我一样是律师，我不觉得他配不上我啊。改过自新又怎么样？难道他以前做过的坏事就可以一笔勾销吗？被他害的人，难道就会没事吗？那些被他害死的人就会复生吗？啊，老婆，你要撑住！救护车来了！老婆，老婆，你要撑住啊！老婆，老婆，你要撑住啊！老婆，老婆，老婆。对我来说，犯了法的人一定要受到法律的制裁，但同时，受过法律制裁的人也应该得到一个重生的机会，不是吗？但是我总觉得你还有更好的选择，就算是上一次你执意要跟那个年龄比你大很多的法官在一起，我都还可以接受。这个人绝对不行。宝宝，你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？不管天亮是什么背景，我都不会跟他分手的。好了啦，饭菜都凉了，我们一起回家吃饭。你不饿，我饿。
我都要晕了，我真的要晕了。我回来了。怎么样？你有没有在你爸面前帮我说点好话？原来我爸是认错人了。他以为我是谁啊？以为你是一个大坏蛋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帮你解释清楚了。我问你啊，如果我爸没办法接受你，你会怎么样？我还是不会放手的，除非你。哎，我们什么时候再去见你爸？明天。这几天他都没空，不如过些时候我再帮你们安排吧。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爸他是不是介意我以前坐过牢？你怎么会知道的？又不是第一次了。不过我能理解的，当初的确是因为我走错了路。如果我是你爸，我也可能会反对。你那么好，你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归宿。我已经找到了，我找到全世界最好的归宿，没有更好了。可是，我怕你难做。再给我爸一点时间吧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对你改观的。这一次，我拼了！你要怎么拼？我要他对我有好感的。加油！ Sorry， 淑英，我先上去了。淑英，妈咪，Daddy 带我去吃很好吃的 cheesecake， 我也买了一个给你。不是说好12点吗？现在都已经2点了。刚才你孩子要离开以前说要去游泳，郑伟龙，你不但是说蛇子骗我，而且你现在违背了离婚协议，简直就是得寸进尺。你觉得我好欺负是吗？妈咪，是我骗你的。是，这全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违背离婚协议，唆使孩子，你要怎么想就怎么想，但是请你别把气出在孩子身上。
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不关你事。谢谢你啊，张律师，麻烦你了。不客气，应该的。来，这是再见上次交代你的 case。OK，看一下，这些 details 都对吧？ OK，中午前交给我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什么事啊？你还好吧？Amy，你那天不是说你的前男友要求跟你见面吗？结果如何啊？不提也罢了，一提起这个人我就火了。哎，Amy，你在是不是要求跟你复合？你不是在暗中保护他的吗？你怎么会不知道啊啊，我去错地方，sorry。 ？Amy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那个小气鬼竟然跟我要回以前所有送过我的东西，他还列下一张清单，从出国的飞机票、旅费到每顿饭、每件衣服、车资都要跟我算。你们说离谱吗？什么？他疯了吗？哎，他是不是之前就知道会有今天，所以呢，他就把这些东西全部记起来了？我之前也送过我比很多东西，那后来分手了，我也没有跟他要回啊。照我说，你就不要去管他，他难道会把你告上法庭啊？我认为你应该把他送你的东西全都还给他，一件都不要留。至于钱就不用还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交往了这么多年，那我不是应该跟他算我的应酬费、我损失的时间，还有我宝贵的青春？青春无价，他赔不起。如果你跟他要钱，不就等于把自己当成伴游女郎吗？算了，不要为一个渣男降低自己的人格。阿亮，淑英，自己看着办吧。来干嘛？找你啊。什么事啊？我问你啊，如果我把血涂在欠债人的车把上，然后暗示他，这血可能有传染病的，这算不算犯法？当然算了。如果他报警的话，你会在恐吓或者是恶作剧的罪名下被定罪。那会不会坐牢？有可能会。可是我不是用真的血，而且我只是吓吓他而已，这也算？追债也要遵守法律，你这样很容易惹祸上身的。如果合法追债那么容易追，我的委托人就不会找我了。合法追债是要保障双方的利益。算了算了，下次就不用这一招了。什么？哎，你做了你才来问我？那你不如进去坐牢之后再来问我。知道了知道了。好，我不要再说我了。你姐怎么样了？她的官司还好吧？越来越棘手，很多证据都对她不利。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忙的话，尽管开口。我现在需要帮忙的是输赢。输赢？他怎么了？他父母已经复合了，本来想要来看他的，结果在去机场的路上发生了车祸，都去世了。他怎么没告诉我？他也没告诉我，是晚安告诉我的。搞什么鬼啊？我们两个都是他朋友，怎么都不跟我们说？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
温淑云，你好狠啊！你想干什么？为什么你要报警说我迷奸你？你有问题吗？你确实是趁我喝醉酒，性侵了我。我只是把事实说出来而已。当晚我们两个都喝醉了，整件事情都是你情我愿的。我什么时候强迫你？那我也可以说，你引诱我，主动爬上我的床。如果这是事实，你去跟法官说，不要来找我。温淑云，我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何必闹上法庭？大家都难堪。我只是想讨回一个公道。公道？笨手！你交过这么多男朋友，100天换一个，比换手机还快。你认为法官会相信我吗 ？Come on， 大家都是出来玩的，你又不是第一次，装什么警告？混蛋！混蛋！够了，不要再打了！哦，不要这么冲动好不好？这混蛋打死他了！喂！够了！还有人一定要打死他！够了！这次不会再放过你的，我会告到你坐牢！够了，伟龙，不用再打了！你要打死他是吧？你为什么要放过那个人？你让我打死他就好了吗？你为什么要打人？打人能解决得了问题吗？你想坐牢是不是？他这样对你，我不打死他，我还是男人吗？你已经警告过我，你跟我说他不是好人，但我却掉以轻心，是我的错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你当初就应该相信我说的话。我都已经报警告他了，你还要我怎样？像你一样打他吗？还是拿刀砍他？是我的错，是我笨，是我傻，是我自动送上门，是我自欺欺辱，水性杨花，罪有应得，这样可以了吧？你满意了吧？淑仪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人，这不是你的错，对不起，我刚才太多。够了，我不需要你的同情，以后我的事不用你管。世界好像死去了，在这城市的另一侧，你是否也冒雨着？被告的丈夫朱德光曾经说过，他的工作需要经常出国，1个月差不多回来3、4天。但是昨天我们刚刚收到证据，朱德光最后一次出国的时候是在去年的3月6号，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新加坡。他在新加坡，他又不回家，他可以去哪里？他在外面和另一名女子同居。你认为被告知道她丈夫出轨吗？你为什么这么问？被告的杀人动机似乎越来越明显了，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。按照你的说法，我姐知道她老公在外面有外遇，就杀了她的家公家婆。你觉得这样的逻辑能成立吗？朱德光宁愿在外面包养小三，也不回家照顾父母。被告得知后心有不甘，所以杀死了年长瘫痪的家婆，这样不合理吗？你不能假设我的当事人已经知道，就算知道，他也还是可以把他的家公家婆照顾得好好的。哎，天亮！你这混蛋！我知道你责怪我那天没有帮你姐说话，可是，在庭上我不能撒谎的，而且死的还是我妈，我必须得实话实说。你怎么可以这么没有良心？我姐对你这么好，照顾你父母这么多年，你这么能包小三？哪里来的小三？警方已经查得一清二楚了，你对得起我姐吗？喂，
我好歹也是你姐夫，你说话要有点分寸。对你这种人不需要分寸。不要老是把我当成坏人，你姐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你先说。你不相信，跟我上楼看。你看你姐干了什么好事？她竟然去跟大龙借钱，而且还借到被人家上门泼油漆血大字报，她还真不怕丢脸啊！我每个月都有给她家用的，只有多没有少。你说她为什么要到外面去借大龙？她到底在外面干什么？你说我没用，那你姐呢？你确定是我姐？这么大的3个字，张天晴，难道是我啊？看着我做什么？有话就说啊。姐，我刚才去你家，你家外面的走廊给人家写大字报，上面还有你的名字。为什么会这样的？你跟大龙借钱啊？当然没有了。那为什么人家会上门写大字报啊？我真的不知道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你放心吧，我会帮你解决的。别喝这么多啊，等一下你还要开车。今晚不开了，今晚就直接在这里过夜。这里？一觉醒来就可以马上开工，你说不好吗？省时省事又省钱。你每晚都睡在车里啊？你不用同情我，我告诉你，我年轻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四海为家，四处流浪。现在梦想终于可以实现了，你说有多好？明明就是无家可归，还说那么好听。所以说你这个人不懂情调，不懂浪漫，难怪会光棍这么多年。我不懂情调，我不懂浪漫，我只知道睡在床上会比睡在车里面舒服。等一下你跟我回家吗？跟你回家？喂，那个好像是输赢的家，不是你的家。你说回就回。我有交房租的，而且现在是要你跟我睡，不是跟他睡。如果他有意见的话，我顶多补点钱给他。如果他敢收的话，两个大男人睡在一起了，好像很怪哎，还是不要了。我都还没有嫌弃你啊，你嫌弃我。那两个大男人睡在一起真的很怪啊！哎呀，不要，真的不去你的家，走吧，现在就去。喂，我是，你是谁啊？哦 ，OK， 知道了。我现在马上过去。喂，我今晚不能跟你一起回家。为什么？我得去警察局报到。啊？为什么去警察局报道？我打了一个烂人，所以他们现在要我过去警察局报到。你为什么打人啊？你打谁啊？进来。我看灯还亮着，就进来看一下。
你在看什么书？我在看之前的 case， 看要如何答辩，做点心理准备。什么时候上庭？下个星期。我陪你去。不用了。你是担心我会临时退缩？我不会的，你放心吧。既然决定要告他，我就会告他到底。我支持你。你们还没睡啊？你怎么这么早回来？不是约了伟龙吗？本来是约了跟他聊天的，聊到一半，警察打电话给他，要他去警局。发生了什么事了？他说他打了一个烂人，也不知道他打了谁。他现在已经被警察拘留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有点累了。那我们不打扰你了，早点休息。都跟你说过了，不用担心，我没事的，非要过来。不过说真的很奇怪，这家伙怎么会无缘无故撤销对我的提控？哎，是不是你暗中跟他说了些什么？说什么？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不知道？怎么可能啊？这家伙绝对不会那么轻易放过我的。是不是你找哪个厉害的人去跟他说呀？我认识最厉害的人就是你跟输赢了，还有谁？等一下，你是不是把昨晚我的事情告诉输赢了？说了。干嘛？不可以说的。可是他没有反应啊。我昨天被叫去警察局的事，你应该知道了吧？你不说怎么知道？那个人渣会告我一点都不意外。可是我不明白的是，他为什么会突然撤销对我的控告？那不是很好吗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跟那个人渣谈了什么条件？你放弃告他？所以他才不告我。你说话是不是？这你不用管。我怎么能不管？如果是因为我放弃告那个人渣，我会去揍他，我每天揍他，揍到他告我为止。我现在就去，我就不信他不告我。你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？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，你就不要再去惹他。继续过日子，不好吗？你可以过，我过不了。你就听我那么一次好不好？你就算这么做也没有用的。我不希望你有事。他这个人渣，必须要让他付出代价。最多只是坐几个月的牢，没什么大不了。你坐牢，那你的儿子呢？我要好好跟他解释。怎么解释？你要跟他说，爹地为了伸张正义而犯法，这样说得过去吗？我知道你不想看我坐牢，可是我更加不想看到你受委屈。我一定要帮你讨回这个公道。被告郑伟龙蓄意伤人罪名成立，基于主动认罪又没有前科，本席现判入狱3个月。
根据被告的申请，给你3天时间处理个人事宜，请于本月16日中午12点之前回来当庭报到，并开始服刑。你不用太担心我，只是3个月而已，3个月很快过的，我就当这是去修行好了。我会去看你的。不需要啊，假如没什么特别的事，不用来看我的。怎么会这样？一人做事一人当。当我决定去自首的时候呢，就已经预了会有这样的结果。他没来。还以为他会来呢。他今天早上有 case。你如果想要见他，可以约他出来吃午餐。算了啊，没有见面也是好的，不想让他觉得内疚。走，请你吃大餐。请我吃大餐，庆祝我入狱啊！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们不要离婚了，好吗？听我说，我也写了同样的字条留给你的。什么事啊？我想跟儿子说几句话，可以通融一下吗？什么事那么重要？不可以等到星期六再说？我等不及啊。爹地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是不是要搬回来跟我们一起住？妈咪，开门给爹地进来 ，please。please。爹地。妍，爹地真的很想你。妍，爹地跟你说过，只要你平时听妈咪的话，爹地周末就会带你出去玩，带你去吃好吃的，你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，我有听妈咪的话，妈咪好。爹地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。只要你平时乖乖做功课、吃饭还有睡觉，你就在这里画一个勾，每画满10个勾，爹地就奖励你，带你去酒店游泳，还有吃 buffet，好不好？那我很快就会填满了。不过爹地接下来这3个月会出国，没办法来看你。等爹地出完国以后，再一次过带你出去玩，可以吗？爹地，你要去哪里？爹地要去工作。想骗谁呀？你的工作什么时候需要去外国的？再逃到外国去，还3个月，生意做那么大。好，爹地不骗人。妍，爹地是去坐牢，因为爹地打了人，所以得去坐牢。你真的是死性不改。
迪，你为什么要打人？爹地为了朋友，因为他被欺负，爹地为了帮他才会放手，所以必须去坐牢。你要记住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打人都是不对的，知道吗？你真的是会以身作则，不过是反面教材。妈咪说的对，爹地做错了，你千万不要学爹地，知道吗？你说的那个朋友是输赢吧？看来我决定跟你离婚是对的。我也是这么想。说完了是吗？还不走？你走到雨中，加快脚步，让头发被雨等爹地出来。马路上人来人往，他们没表情撑着伞，感情公路被雨淹没，所有路标将不存在。那时候你在松怀，紧靠着看着窗外，会不会不知不觉走到尽头？太想念你变得陌生的脸孔，眼睁睁看风雨让你我都湿透，却还要继续走。你很快就会回来的。不屑陌生人的眼神。我们3个月后再见了。不用等到3个月，我会找你的。不用了，如果你有空，就帮我带叶恩出去玩吧。会的，你放心。你连半醒不来，今天也不来。你们谈吧。在里面好好照顾自己。好好照顾自己，在里面不要跟人家打架。
基于被告的谋杀动机明确，加上证据确凿，本席裁定被告张天晴谋杀家婆蔡莲妹罪名成立。关于刑罚，择日下判。Your Honor，我的当事人是无辜的，我们只是暂时还没有找到可以让他脱罪的证据，不可以因为这样就裁定他的罪名。张律师，注意你说的话，本席可以判你藐视法庭。姐，对不起，我没有用，我帮不了你，我救不了你，姐。没有关系，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。